在新能源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，谁也没想到，在对中国车最挑剔的日本市场，比亚迪居然真的杀进了前10。2025年5月，比亚迪在日本的销量达到416辆，不仅再创新高，而且首次进入了日本进口车销量前10名，与奔驰、宝马、大众等老牌劲旅并肩。这一历史性的突破背后到底释放了哪些信号？对于中国车企来说，日本市场一直是块难啃的硬骨头。首先，本土品牌太强大，丰田、本田、日产等不仅主导市场，消费者对国产品牌几乎盲信，日常使用的几乎清一色是日系车。其次，对外来品牌的接受度非常低，别说中国车，哪怕是欧美的大牌如奔驰、奥迪、特斯拉，也只能在日本进口车市场占据一小角，远远比不上他们在中国、欧洲、美国的风光。日本消费者挑剔到极致，对车的空间设计、座椅舒适性、车机界面乃至雨刷声音、冷气风速都有详细评价体系。某种程度上，他们是全球最难伺候的一群用户。而比亚迪正是在这样一个高门槛、高壁垒、高标准的市场中，从每月0台到400台，用电动车一脚踢开了日本市场的大门。比亚迪在日本布局其实很早，2022年宣布进军日本，2023年在东京、神户、横滨等城市开设了第一批直营门店，推出第一款车型 Atto 3，起步销量很少，每月几十辆。但这时候比亚迪并不急，他们做的是布局，是体验店，是售后服务网络，是逐步打磨产品与本地用户的适配度。2024年逐步加码Dolphin，CEO 陆续引入，产品序列逐步丰富。比亚迪的车型被越来越多日本年轻用户、女性用户所接受。Atto 3以其紧凑的 SUV 造型和丰富配置，成为新能源尝鲜族的首选。年中 ，BYD 在日本的月销量首次突破3位数，媒体开始正面关注这家中国车企。2025年4月，比亚迪正式引入全新 B 级 SUV C-Lion 7，这款车一上市就引发轰动。它不仅空间大、配置高，还首次在日本实现了800伏特平台和智驾辅助的完整落地，加上续航600公里加，外形未来感强，彻底颠覆了很多日本人对中国产车的印象。最终，在2025年5月，比亚迪单月销量达到416辆，刷新历史纪录，并首次跻身日本进口车销量前10名，与奔驰、宝马、大众、奥迪站在了同一排队列里。过去，日本人对电动车并不感冒，丰田压混动，不太推纯电。日本电价高，充电桩布局慢，他们认为 EV 性能不稳定，寿命短。但这2年不一样了，随着全球电动车销量暴涨，欧美韩中4国纷纷涌入 EV 赛道，日本人也开始关注新能源出行。再加上比亚迪的电池技术、续航优势逐步被传播，口碑慢慢反转。在日本市场，比亚迪并不是照搬中国模式，而是做了大量本地化优化。车内大量日语语音交互，支持日本本地地图导航，做了针对性座椅加热冷气调节优化，迎合日本4级气候，甚至连充电口的盖子开合方式都按日本用户习惯设计。这不是交作业，是用心服务。CUIN 7 495多万日元起售，配800伏特快充 L2 加辅助驾驶，大尺寸中控屏，智能语音，车内香氛系统，在日本同级别合资车里完全找不到对手。很多日本年轻用户甚至表示，比亚迪是少数让我觉得便宜但不 low 的中国品牌。比亚迪首次进入日本进口车销量前10有多难？说实话，非常难。要知道，日本每年进口车市场虽然不大，但基本被德国车占满。2025年5月的进口车销量排名中，你会发现，比亚迪在没有本地化生产的前提下，仅靠纯电车型就突破400辆，强势挤掉英菲尼迪、雪铁龙、标致、斯巴鲁进口序列，进入前10，这是多年来首次有中国品牌做到。日本市场的技术壁垒、法规壁垒，其实都能用钱和时间解决，真正难的是文化壁垒，让日本人愿意开中国车。这次进入销量榜前10，就是文化壁垒首次被打破的标志性事件。以前中国车企海外战略主要看东南亚、中东、拉美这些发展中市场，如今比亚迪敢于在日本、德国、韩国、澳洲等成熟市场发力，并取得阶段性胜利，这让其他中国品牌也看到希望。比亚迪在日本的快速上升，某种程度上对本地巨头构成压力，尤其是在新能源转型的节奏上，丰田曾经过于保守，如今不得不加快纯电推进。
比亚迪的进攻可能会改变日本汽车行业对 EV 的认知和布局。比亚迪5月在日本销量突破400辆，跻身进口车前10。表面上只是一个数字上的突破，但背后体现的是中国汽车制造水平已具备国际竞争力。中国新能源品牌不再只是性价比代名词，而是科技加体验加品质的代表。一个曾经闭塞而排外的市场，正在逐步对中国品牌敞开大门。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车驶上日本的街头，也驶进更多消费者的心里，而比亚迪只是开始。